大家好，我是李灿。今天咱们聊一个中高级学习者在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自己的词汇量明明挺高的，就是说不了很自然的地道的中文，而且说话的时候磕磕巴巴的，好像只能说一些短句子。对，其实这就说到重点了，就是我接触过的大部分中高级学习者大部分都只能用一些短句子去表达自己。词汇量其实好像明明挺高的，学了非常多的词汇，用 Anki 之类记了非常多的词汇，但是就是用不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呢？其实说实话，一言以蔽之很简单就是用的少，用的少，自然你说不出来。就算你积累了非常多的词汇，你输出的过少，你就是用不出来。但是这样的话好像有点不负责任。那老师，我说就行了吗？但说实话，其实我觉得说其实也是要讲方法的。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其实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一直在给学生上课用的一个方法，同时也是我接下来这个 YouTube 上视频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会给同学们一张图片，然后采取两种方式让学生去练习。第一种呢，就是描述图片上看到了什么；第二种呢，就是根据图片上看到的这些东西展开讲讲一个故事，现编一个故事。其实这个就是非常锻炼学生们的这个语言能力。大部分的中文学习者为什么学到一定程度上中文没法提高了呢？就是他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方法去提高自己，可能只会陷入就是常常就是聊一些很日常的话题，对吧？这些话题其实呢，说实话很难让你的语言突破，很难往深了去走，很难调用你的一些更高级的一些词汇。但是在描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在讲故事的时候，其实这个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们和他人对话的时候，你总是需要描述一些事情，你总是需要讲述一些事情，这个其实是涉及语言的一个底层的一个能力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图片，然后两种方式，一个是描述，其实一个是叙述，完全能锻炼学生这个底层的语言能力其实在上课的时候，我会当场给学生反馈，就是告诉他这些说法不够地道，可以用怎样更地道的方式去表达。那么今天咱们用这张图片试一试这两种方式，一个是描述，一个是叙述。首先我们在这张图上看到，这是一个街上的场景，对不对？然后行人来来往往，大部分人都撑着雨伞，因为今天下雨了，有各种颜色的雨伞。但最为醒目的是什么呢？最为醒目的就是面对着我们站立的这一个小姑娘，对不对？穿着红色的裙子，而且非常奇怪的是，就是周围的人呢都撑着伞，唯独这个小姑娘没有撑伞。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小姑娘身上竟然没有被雨淋着，那是因为在小姑娘的头顶上空悬浮着一个半透明的玻璃罩，这个玻璃罩帮她挡住了雨。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玻璃罩它是怎么存在在这里呢？它是怎么悬浮在这里的呢？对不对？我们再可以描述一下这些细节，就是这行人都是模糊不清的，只有这个姑娘非常的清晰，对不对？这个地方具体的场景的话，在街上我会认为是在一个商业街里，而且时间应该大概是在傍晚的时候。虽然下雨天天整体会暗一些但是你看店里都开灯了，我们可以大概判断这应该是在傍晚的时候傍晚时分是不是在一个中国的街上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好的，大家看，其实描述的部分也很简单，就是你用这些语言给人讲清楚这个画面里有什么，有人物、有场景、有时间等等，还有一些细节，让听众直接在脑子里能生成一个画面，这个就行了。接下来咱们讲述，就是现编一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个小姑娘眼神直直的盯着前方，好像在盯着你一样。所以我决定这个故事我要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就是我。第一人称的叙述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的优点就是有极强的代入感。就是我进入了这么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星期六，我在家里待着没事干，就想上街溜达一下。
结果走着走着就来到一处商业街啊。那天下着雨，我撑着伞，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啊，我突然之间觉得有点烦躁啊，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人多的这么一个人啊，因为人一多，来来往往的难免就会互相撞上，所以我走路会特别小心。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了，在我前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姑娘。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她，可能那个时候我心里比较烦躁，正在想心事啊，所以没有注意到。我突然之间抬头一看，发现前面站着一个穿着红色裙子的小姑娘，而且她好像正在盯着我看。我一下子感觉心里有点发毛，心脏通通通直跳。我就在想，这孩子谁呀？他怎么这么没有礼貌，直勾勾的盯着我看。可是紧接着，当我再仔细看到他的时候，我特别吃惊，因为今天的雨也挺大的，我也撑着伞，周围的人也都撑着伞，但是这个小姑娘她没有撑伞。但是最神奇的事情是，她身上一滴水也没有淋着，仿佛好像她头上有一个罩子一样，把她罩住了。哎，不对，真的，我这个时候才发现，她头上真的有一个透明罩一样的东西，半球形的透明罩一样的东西，就悬浮在那里，然后雨点都敲打着这个透明罩，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在那个瞬间，我感觉整个世界突然之间变安静了，周围的行人的说话声、走路声，还有远处的车来车往的声音都不见了。我甚至能非常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跳咚咚咚咚剧烈跳动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了那个小姑娘在叫我叔叔。我不自觉地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姑娘，我好像没有看到她的嘴巴动呀。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同样一个声音，同样的2个字叔叔，这个小姑娘的嘴巴还是没有动。我特别吃惊，我甚至有点害怕起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怎么出现幻听了？而且说实话，我怎么好像感觉整个人有点漂浮起来了，轻飘飘的，我的身体变得轻飘飘起来了。对，真的，我真的飘起来了，我的双脚离开了地面，大概有30厘米左右，我感觉自己像一片风筝的树叶一样，而且我眼前那个姑娘，她也漂浮了起来。更神奇的是，我突然看到她头顶上空的那个半球形的玻璃罩开始转起来，而且每转一圈，它就变大一分。最后，这个玻璃罩竟然把我头顶上也罩住了。突然，咔哧一声，我的耳边所有声音都消失了。我吓得一下子坐到了地上，不，我还坐在空中，我坐在半空中，我坐在空气里。然后我就发现了，我和那个姑娘被紧紧地包裹在了这个玻璃罩里头。我已经整个人紧张的完全说不出话来了，我的喉咙变得非常干，我的心脏突突直跳，我甚至头都有点疼起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我根本不敢直视眼前这个姑娘，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对呀，太神奇了，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这个时候我就听到了好像是什么东西踩在水上发出的声音，一双脚踩在水上，然后脚从水里抬起来，那种流水声。而且这个声音离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这个时候我再一看，不对呀，我身子底下竟然都是水，我好像坐在水里，而那个姑娘一步一步朝我靠近过来，最后她就拉住了我的手。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她的手就像一块冰一样那么冷。在那一个瞬间，我已经完全停止了思考的能力，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完全石化了，我已经变成了一座雕像。那个姑娘的手，她手里的寒气不断地传进我的身体里头，甚至让我的心脏突然之间都冻住了一样。就在这个时候，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叔叔，你是不是迷路了？迷路了，我迷路了。这个想法突然之间像一把利剑一样穿过了我脑子，
好像我脑子里的什么东西被刺穿了。我一瞬间突然想起来了，是啊，我迷路了，我真的迷路了。我原本不属于这里，我在这座有着1000万人口的城市里迷路了。我原本属于天空，属于云彩，可是因为我迷路了，因为我在这个世界逗留太久了，因为我慢慢的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我把我本来属于哪里完全忘记了。是啊，我迷路了，我再也回不到我来的地方了。就在那一瞬间，突然之间我明白过来了，对呀，这个小姑娘她真的是我的哥哥的女儿呀，她真的应该叫我叔叔呀。所以我嘴巴不自觉地叫了出来，晴天，你怎么来了？紧接着我的耳朵里就听到了晴天对我说的话，叔叔，你迷路了呀，是爸爸让我来找你的。因为我和叔叔之间有很强的连接，所以我感知到了叔叔在这里，所以我来找你了。但是爸爸也说，我不是马上就能来到这个世界的，只有等到今天这种天气，只有这种雨天，我才能顺着雨滴来到地面上。叔叔，我特别特别想你，你好吗？在那个瞬间，我的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是啊，太好了，我的侄女终于找到我了，我终于可以回家了。好了，以上就是我现编的一个故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其实说实话，就是我给学生这一个图的时候，并不是指望每个学生都给我编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每个学生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出发点，每个人编的故事呢，都会依据自己的生活做一定的想象，然后拓展。编故事其实你就需要用最精准的语言，在听众的耳朵里形成一个画面。其实这个就是极端锻炼人的一个表达能力。其实我们通常说了非常非常多，你要说呀，你要说，你一定要多说呀，但是怎么说呢？而且在说之后，你怎么知道自己说的一定是对的呢？对不对？如果你对这种形式也特别感兴趣啊，你可以来订我的私教课。同时呢，我对今天这个讲的故事啊，我把它进行了一个改编，变成了书面语的版本啊，就真的变成一个可以阅读的故事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成为我的Patreon会员啊，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你提供一个就是根据我现编的故事改写的书面版本的故事。那么咱们下期再见。